源自于商周时期的鼎，经过时代的淬炼演变成麻辣锅、姜母鸭、羊肉炉、台式火锅、起司锅、巧克力锅。那我们今天要煮什么呢？欢迎收看我们一堆毛 Go。想到火锅就会想到什么？那个浓浓的汤跟浓浓的肉味。台词上说要吸口水。我们今天要煮的东西叫做石头火锅。原住民也有一种石头火锅，它是用那个厚厚的槟榔叶，然后去折成一个锅子，然后呢再丢入那个烧很红的那个石头丢进去，在一起滚。大家可以去吃看看阿美族的石头火锅。我们当然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不是那个槟榔叶的石头火锅，因为我们家没有这种槟榔。要做的是在台湾常常看到的台式石头火锅。我们要怎么做呢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，走吧。首先呢，我们要先来制作柴鱼高汤。我们要先拿20克的柴鱼，然后800ml 的热水，好，然后让它浸泡10分钟。如果你太懒惰的话呢，你就可以直接买现成的鸡高汤或是排骨高汤罐都可以。只是味道会稍微有一点不太一样。在我们正在浸泡柴鱼高汤的期间呢，我们可以先来处理，等一下蘸酱的新香料，把葱切成细细的细末，然后你看哦，剩下这种奇形怪状的很难切的就直接等一下拿来当炒料丢旁边。新鲜辣椒最好吃了。醒起来哈，蒜头你就把它稍微压一压，好去掉那个皮多，你很懒惰就买那个剥好的蒜仁但是那个好贵被细皮，稍微给它切碎一点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处理爆炒的料，就是洋葱。好，这个洋葱发芽了，这个芽其实很好吃处理成方便等它炒的样子，不用太细碎，切成段就可以了。偷用一下我们刚刚切好的蒜头，还有刚刚切剩的葱段，再加上名店阿姨偷偷告诉我叫我不要外流的私藏秘方油。其实呢，不需要用到这整只，我只需要大概1/5到1/4，一些就可以了。它是一个提味的料，只要剪一小部分来用就可以了。中料刚刚泡好的柴鱼，过滤，不要想说那怕生拧干一点这样不要，就是滤干这样就好了。这样子黄黄的，还有一点泡泡，闻起来又很浓厚的味道。这就是等一下我们煮汤的高汤完成。好，正常操作，先让它烧干，来中火烧干。石头火锅一般呢会是用铸铁锅来操作，因为那个铸铁锅蓄热效果非常好，所以煮石头火锅非常好吃。那我今天用也是蓄热效果很好的土锅，但是呢要小心，你底下不能是湿的，不要先开到大火，怕它热胀冷缩还没有习惯，然后就给你裂掉这样子。总算是烧干了，我先加入一点油。那我们先爆炒一下根鱿鱼，再来呢放入一点点蒜头、葱段、洋葱，些许就好。稍微炒一炒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准备来放肉片了。因为我用猪五花，所以会比较油一点，可以出一些油，那你汤底就会比较香，比较油一点。那你不喜欢吃那么油呢，你就吃猪梅花。那这个肉炒过以后，它会释放那个肉的甜味到锅底，等一下在煮的时候汤底就会非常的甜。记得你的炒料不要不小心炒到超搭，不然等一下汤底会有点苦苦的味道。好，稍微给它炒一下就可以先放旁边。好，然后呢，我要加入刚刚的高汤。接下来高丽菜、红萝卜、木耳、玉米笋、金针菇、白萝卜、
可爱的豆皮，2只虾，哈哈哈！来让它滚。哒哒，走，客厅见 ，Go！ 那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石头火锅的分享吗？如果大家觉得这个知识非常实用的话，或是学起来可以跟你的哥哥、爸爸妈妈、弟弟、妹妹分享的话呢，欢迎大家帮我们订阅一堆毛，按赞一堆毛，然后呢，帮我们在我们的影片下面留言，看看你们下一步想要看什么影片，好吧？18禁不可以，我不想被黄标。那欢迎大家跟我们留言分享了，我们要去吃火锅啦！